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五哥好，大家新年平安。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新年快乐啊！祝福所有男生都变成白马王子啊，女生都变成白雪公主。好，今天有一个白雪公主，好不好？来，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这词要简短了。OK， 那你什么都没讲哎，没有，他还是讲了几个字。右边为您邀请到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台北市议员李柏毅，是祝大家马到成功，一切心想事成。好，来，那资深媒体人邱明宇，大家好，祝大家马上前来。资深媒体人黄明。好，这个马年还没到哦，新年快乐。OK， 那柏毅为什么人逢喜事精神爽？小雨为什么？因为他要当爸爸了。真的，这个礼拜天，1月4号，我的第一个小宝宝就要诞生了啊。OK， 所以真的非常高兴。所以等接下来呢，有关于预算的部分，我觉得该要给的赶快给一下。争取补助10万元啊！对，先生有补助到10万块，这马上就引发争论了。你一个一定要过。我现在党团能够理解我的想法。但是无论如何，他可以先领那个1万的，普发1万，多1万就是有。那台北市的4万块也有，大家是等中央的补助。OK， 对。好，那你看，像所有这些，那多多少少都会跟大家讲到了，不管是总预算啦，或是过程当中一些政策有关系。那今天今天是元旦，对，那当然祝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元旦快乐。那这一整年，过去这一整年，我们经历了非常多。那当然元旦一开始，赖清德总统当然要发表元旦的一系列谈话，在这里头，那针对包括朝野关系啊，很多都琢磨在这一带。那开始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赖清德总统元旦谈话，来。我愿意在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第3项，以及宪法法庭113年宪判字第9号所揭示的合宪方式下，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我不贪不取，没有任何的违法。如果说一定要对我提出弹劾，至少吧，正事也应该要做。你明知道你没有2/3的多数，你还要提案，浪费时间。希望我们不要在内部自己找敌人，朝野也能够放下之前的歧见，突破现在的宪政僵局。赖清德总统要不要针对撕裂台湾社会、浪费台湾社会1整年的大罢免，跟台湾人民道歉？赖医生是，那听到赖清德总统说话，你也听到包括在野2大政党，没错，主席直接说了。那一个说赖总统要不要道歉，另外一个说大家不要在内部找敌人。对啊，大家都是白马公子、白马王子嘛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嘛。好，讲话要温柔一点哦。郑丽文，你白雪公主讲话温柔一点哈。赖清德今天的谈话有3个重点啊哈。第一个重点当然是释出橄榄枝，他愿意赴国会报告。其实他已经多次说他愿意在合宪的方式进行这个国情报告嘛这个国情报告其实所谓的合宪43条就是每年立法院集会的时候得听取总统的国会报告嘛。那明年2月1号刚好是新的会期，每年的固定集会，是不是可以来邀请总统来进行这个国情的报告？另外就是所谓的113年的宪判字第9号，就是即问即答，就是违宪的所以现在就卡在在野党一直要求说要即问即答总统都说我要合宪宪法法庭都已经判决出来就是违宪的，所以说真的不要僵持在这里啦。黄国昌，你的嗓门非常大你在总统报告的时候，你在下面喊什么，总统都听得到。所以等于是即问即答了嘛？到底僵持在这里有什么意义？而且赖清德总统对于这一点特别提到，我们5度党的国防预算，尤其在中共军演之后的第5度，你让国际社会会不会大家都在声援说中共你不能做军演，不能威胁台湾，不能武吓台湾的时候，你们国会进到了所谓的第5度的挡住这国防预算，是不是会让国际社会说你们台湾自己都不保护自己，那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你？这会让国际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解嘛。最后一个叫做弹劾案的部分嘛，当然弹劾案赖清德的总统说你们要弹劾我，可以要有理由嘛，他不贪不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违宪或违法的地方，到底弹劾的理由是什么？而且也不会过，为什么要拖到519？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2026年国民党蓝白政党他们在做地方选举的时候的考量嘛，他们希望把2026年的选举变成是对于赖清德的信任投票。
票对于赖清德的期中选举嘛，所以他们设定了这个主题。但是我要跟呼吁在野党啊，这个设定的主题到底符不符合民众的需求？因为是地方选举，所以民众的需要是什么？是民生议题，是大家对于每一个县市它的发展的需要提出你的政见嘛，而提出这些政见要不要钱？要嘛。所以你们现在党到的总预算到现在已经元旦1月1号了现在连复委都没有复委，所以整个立法院的预算刚才讲到了10万块的那个这个新生儿的补助，这个部分也卡在那里啊，到底可不可以补助 T-Pass 所有的捷运局通勤族？这些都是很多的议员、很多县市长累积很多年的一些的政见，好不容易可以实施了，但是总预算卡到这里，会不会影响到在野党自己的选举？这反而是大家要去考虑的。对，刚才讲好总预算这一块，今天赖清德总有讲，那今天是第一天没有总预算，因为总预算还没复委，对，没有总预算的第一天。那接下来呢？刚讲到1.25兆这件事，弹劾这件事，那当然赖清德总统虽然有讲说，他不贪不取，然后但他也说他不要浪费时间，好不好？就是没有2/3这样的一些多数。可是对蓝营来讲，郑丽文主席那算递橄榄枝吗？他说不要在国内找敌人，然后他希望一个和字。可是那个和字如果落在刚才义善讲的，那大家要怎么和？大家要怎么和？我先讲了，今天是1月1号，一个新的年度开始了。大家回顾一下去年2025年一整年，台湾到底经历了什么？对人民有帮助的事情，或者是大家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有没有什么往好方面想的记忆点？我老讲，以我目前看起来，其实我觉得不多，真的不多。上半年都在吵大罢免，下半年就是看立法院跟行政院吵来吵去，那吵到大法官去，大法官去要吵到总统去，到现在，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可惜。我觉得从赖总统当选就任一到现在快2年的时间，台湾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吵来吵去，整个社会撕裂。我们台湾的竞争力除了股票一直上升之外，我们对全世界而言，包括了两岸的关系有变好吗？我觉得民众心中，我相信可能都有个大的问号了，不管谁对谁错。所以你说郑主席希望新的年度开始是和，我觉得我相信那是绝大多数民众的希望，只是不管哪个政党哪一个颜色，包括了赖政府有很多的高官也说也希望能够朝野和解，从去年前年一直讲到现在。但我希望真的能够付诸实行，而怎么样去付诸实行？我个人觉得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朝野都必须要能够后退一点点，我觉得都去后退一点点。先讲好了，我就先讲在野党以蓝营角度来看好了，该不该审预算？当然该审，这毫无疑问。民意代表不管是议员还是立委，审预算是我们最基本的职务之一呀，你本来就要去做个动作。但是在可能怪在野党蓝白不去审预算的同时，那我也要请问一下我们的行政院。之前在野党包括立法院依照民主宪政的秩序，你说3读通过的法案，包括了军人加薪3万的法案，包括很多的法案，那你们行政院到底有没有真的愿意来做所谓的执行附属？大家其实看不到，尤其是你刚刚说那个加薪3万元的这个部分，行政院就不编预算了，他就是不编啦。那有没有考虑过可能行政院来编？因为毕竟不是给蓝营在野党的立法委员，不是嘛？这是给我们的军人嘛？你说1.25兆的这个国防预算，我就讲白了，就算编列下来，也要有人会用嘛。武器买回来要有人会用。现在国军的大家都知道编线比不太足，然后很多就是这个招军的状况，不是特别的好。那怎么样让国军更有安全以及更好的环境，来让他们愿意从军？我觉得这个也是政府必须要想的，因为它牵扯到1.25兆的那个国防特别预算的时候，刚好义善刚有提，因为他刚好碰到老共军演，对，尤其在那个节骨眼，会不会那个感受就会特别强？这个对蓝营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压力？我觉得这当然会。所以我说，对于立法院而言，你说该不该审预算，我觉得该审，而且包括你的国防的一些武器该不该买，我觉得有需要的也该买。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危靠我们自己来救，很正常。该有的东西一定要有，但是在这同时当中，我必须要讲，现在朝野对立的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都严重。我讲难听一点好了，现在立法院我们看很多东西，包括也许等会会讨论很多议题，我还在找资料，我找着我就不想找了，因为有差吗？立法院3读没差别，对啊，立法院3读有什么意义？行政院要么不附属，要么大法官跟你讲你违宪，这种事情老实讲已经超过了以往对于整个立法院的游戏规则。现在感觉起来大家就是朝野互相看不顺眼，蓝的不喜欢绿的，绿的不喜欢蓝的，然后吵来吵去，结果呢没有结果，已经吵了1年半，快2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说，对于很多预算而言，你说以往
至少就我看到的啦，就说以往可能蓝营如果有党预算的话，很多你说包括很多绿营侧翼或者一些媒体都一直不停的攻击蓝营啊什么不爱国家啦什么等等拖什么台湾的后腿，但大家有没有仔细看一下，最近这几个月自从大罢免完之后，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一些国防预算的一些比较不可思议的状况都被他找出来了？你包括之前的战备水，非常贵，包括椅子一张4、5万，然后当然不能接受嘛。到最近的你说有一些那些装潢公司标到了一些武器的标案，甚至是最近不是还有子弹的事情？台湾以前是自己生产子弹外卖的，结果现在呢花钱给别人买，价差还非常的大。所以在很多的一些猫腻的里面，对于很多民众会不会也去认同在野党把国防预算挡下来的信念？我觉得这个都是我觉得朝野必须要来考量，就是说在野党有他该要做的事情，但执政党也必须要有他该做的一些退让。包括你说赖清德总统，当然我觉得他讲的 OK， 他觉得他不偷不抢，为什么被弹劾？但是他讲到说是浪费时间这句话，我老讲我就有很大的意见了。包括你说赖清德总统，当然我觉得他讲的 OK， 他觉得他不偷不抢，为什么被弹劾？但是他讲到说是浪费时间这句话，我老讲我就有很大的意见了。如果以他这种逻辑，2/3的人不到提案是浪费时间，那民进党原则上也不需要提什么案子啦，因为民进党的人数也不到一半，很有可能不过，所以不是用浪不浪费时间来衡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执政党对你的质疑，而你的态度应该展现出来是我没有这个问题，你们弹劾我没有问题，有任何问题的话让民意来决定。而不是觉得说，我没有错啊，你干嘛要弹劾我？你们又不到2/3，浪费大家的时间。这种做法会让在野党觉得，你们之前赖政府一直跟我们说希望朝野和谐，卓荣泰院长也希望朝野和谐，还找过韩院长很多次。但是你现在赖总统元旦谈话，你跟我讲这个话，那和谐的点在哪里？或者释放的善意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变得非常重要啊。两党一定要坐下来谈，包括了民众党，我觉得都要坐下来谈，不要再让立法院跟行政院空转了。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党派的高层释放了善意，我觉得要足够。而怎么释放善意？刚刚第一个我讲到，会不会说包括军人加薪的部分，这个预算编进去？另外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赖主席，有没有考虑过去拜访一下在野党的党主席啊？已经换过一轮了啊。上一个柯文哲，包括了我们的朱主席，赖清德总统好像没有去看过吧？现在已经换过商主席，换了我们郑丽文主席。那是否赖主席不要用总统的身份去拜访一下在野党的主席，来谈一下未来怎么样做政党的合作，或者是在野的调停？我觉得是很重要啊。之前不管是蔡英文还是陈水扁，其实都有做过同样的拜访其他在野党党主席的过程。但是赖主席到现在，应该至少我在台面上我没有看到。那是否可以借由党主席的会面，让整个国内的重要政党能够有一些基本的默契跟共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啦，而不是你每一天就是行政院吵、立法院吵，然后总统出来讲话，讲完话之后没有人见面，然后整天叫韩国院长出来。我说实话，那个是不够的。民众都在看，那我也期待今年2026年的开春第一天开始，今年台湾的政治可以变得更好，然后提出一些真的对国家跟人民有帮助的案件，而不要永远大家都是在吵，就是蓝的反对绿的，绿的反对蓝的，那然后呢，然后拖到2028选总统之后看怎么样再说。这个输的不是我们所有政党，输的是整个国家的未来。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了，尤其是现在你说日本、韩国，包括美国的关税到现在还是未定呢。台湾到底接下来会面临到什么样国际的挑战，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如果台湾自己的内部还在为了意气之争而互相的吵架，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做法，也不是民众所期待所看到的结果。坤城有感受到博弈，如果代表国民党释放出来的善意吗？我当然希望说总预算能够过哦，那至少是前提要先能够复委。那今天已经是1月1号了，好，新年开始了。总预算都还没有复委，更不用说讨论哈。去年我已经觉得说总预算已经很晚了哈，那至少有复委讨论，然后是在去年的1月下旬通过。今年没有啊，今年到1月1号连复委都还没有复委，所以包含这个先恭喜哈，这个博弈哈，这个生小孩哈。那可是呢，像这个新生儿，我们本来就是说，不管你是保劳保的、国保的、公保的、军保的哈，我们这个生育的补助呢都有差别，但是呢，我们就一次补到10万块。
不到10万块，所以这个对于补这个现在就用劳保的、用国保的这个补助都非常的多嘛。那可是现在你总预算没有过，这个新制就没有办法推动了嘛。所以我看到这个我们卓院长在他脸书上面贴出来，就是说这个接下来1月1号开始有哪一些政府的一些新制，有哪一些新的一些政策要推动，可是下面都有一行字，2026年的总预算没有过，所以会造成有一些新制没有办法实行，所以我看的是有点淡淡的哀伤啦。就是说，第一个总预算要过，那你说第二个1.25兆的这个军购预算还没有过，而且他被挡的那一天就刚好是中共在军演的那一天嘛，那一天军演，那结果呢，这个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蓝白还是挡了这个这个军购的预算，而且呢。他们呢也担心，他们也担心说，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面挡掉了这个军购预算，他们也会把大家骂，所以他们用了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暂缓审议，我们等到礼拜5的这个院会再来决定这个程序，所以他们也会怕，也会担心，大家觉得说，明明老共在军演了，那为什么这个1.25兆的这个预算连复委审查都没有办法？刚才博有提到说，有一些这个上次有提到说，不管是这一个水的问题，或是桌椅的问题，他觉得好像买太贵了，没有关系，那都是复委之后到了国防委员会，后来到联席委员会，大家来做审查。你至少有审查，有讨论，那你可以讲说你这个觉得太贵，你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要买，没有关系，大家都可以讨论。可是现在是在程序委员会就把你卡住啦。那你说这个赖总统有没有说想要找朝野来做和解？有啊。他在这一个去年的12月，找了这一个5院的院长要一起过来，那后来这个本来韩国瑜院长要来的，然后后来就是说这个因为立法院是合一制，没有得到3个党团的同意，他就没办法过来了。可是实际上在去年的2月的时候，韩国瑜也有来参加，他也有来参加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我们赖总统所召开的这个院际的调解的这个会议，他也有过来嘛，所以这个赖总统有试图找过在野党的领袖一起来。那你说他有没有找过这个在野党的主席一起来会谈？有啊，在去年6月的时候。去年6月的时候，他有一些国安的讯息，想要跟在野党的这一些主席来分享。他是在报告吧？对，一样，就是有试图去找朱立伦，有试图去找了黄国昌一起来。他是用总统的名义，他是简报。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以用党主席的名义去拜访一下。那一样，我觉得就是说他是找在野党的主席一起过来，形式大家都可以谈。那他有没有这个心？有。他找了在野党主席一起来分享这些国安的讯息。那结果是在野党反对嘛？黄国昌先反对了，那后来朱立伦。他也反对了，那所以说你说赖清德有没有想要找在野党的主席来谈？我认为他有这个心啊，但是在野党愿不愿意接起来这一个橄榄枝，那就要看在野党了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感受不到说在野党愿意接的这个橄榄枝。那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不要用讲的，实际的动作，实际的动作就是能不能先让总预算来复委，能不能先让军购预算先复委，大家在。来审查、来讨论，然后呢，朝野之间一定可以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互动嘛。那如果现在党在这边那这个你们也不肯让，那我们就觉得说，那你说军人这个公教的这一个这个调薪，那这部分我们就已经就做释宪的部分的做处理了。如果释宪出来认为说我们必须要来做调薪的，那我们就按照释宪的这个结果来做处理的，一切按照法律，一切按照这个宪政程序来走啊。今年是2026年，今天是第一天，2026、2027到2028。今年刚好劳共军演刚结束，中共明年会被翻台，因为一直讲2027这个数字。然后赖清德总统今天也有讲，今年非常关键，要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那当老共在去年年底那个军演，就2025那个军演的时候，大家都说那个是蟒蛇战术，要越围越紧，包括落弹落的是最近的一次。那所有那些在未来只会紧不会松，那朝野到底该怎么办？小玉、阳明跟伟航3位，接下来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麻烦告诉大家，你预估今年，因为今年是选举年，对，明年大家都在讲老共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他们自己蠢动的一些的感觉。2028是我们要总统大选的日子，大家对于今年这一年朝野之间过去那一年的氛围还会继续吗？有任何你看得出来转圜的契机吗？如果有，契机在哪里？谁应该先做一些什么？小玉，
我认为国民党还是走这个鹰派的路线嘛，因为他总召没换啊，还是傅昆萁啊。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变数会在民众党了，因为看起来柯文哲有很大的一个付出的动作，所以如果柯文哲坚持，就是说他也是要走白银自己的路线，不要再像以前黄国昌走小蓝的路线的话，我认为今年的这个变数会是在民众党的立场。因为对国民党主席郑运荣来讲，那当然今天她是白雪公主嘛，那可是白雪公主你总是要面对到现实生活里面，像譬如说这次劳共军演的时候，绿营很多人就一直讲说，为什么都老是在骂执政党，骂赖清德，骂所有这样。后来当然你有看到郑丽文主席也有说，两岸不用什么军事相向啊，类似这些。当然他还是有回头讲，民进党如果要放弃台独啦或什么，那两岸就不会怎么样。可是显然郑丽文主席，你刚刚讲第一个，民众党是一个变数，对，郑丽文主席。在不管是2026选举，或是国内现在，因为他毕竟是国内最大在野党主席，所以未来呢，枢纽会在他身上，还是在赖总统身上？因为今天是元旦啊，哈，我还是要对说好，我今天要先称赞一下这个郑丽文主席，至少他有去参加元旦升旗，因为他你知道国民党啊，在做在野党的时候呢，这个党主席去总统府这边升旗哦，他是第3个，好，而且以前的是连战跟马英九的话，即便有去，也是站在管制区外，但是郑丽文算是有进到管制区内，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要给他称赞一下啦，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包括朱立伦啊，他们这些像黄国昌街也没去嘛，黄国昌街跑到新北去。那朱立伦以往就是都不去，就是自己在自己的这个那个国民党那边升旗，所以郑丽文算是今天我觉得他有去哦，这个有展现党主席的一个气度，然后我觉得要给他肯定啊。那回过头来哦，就说今天郑丽文你可以看他的一个危机啦，哈，包括他今天在这个回到国民党这边来升旗的时候，他今天大咖尤其是以前的那个标配，我要说标配是马英九啦，马英九以前都会到，但是他这次没有到。好，那当然这个吴伯雄可能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可是你说这些大咖没有到就算了，包括你党籍的立委，你今天党籍的立委，大家算算看，只有5个人到，大部分都是不分区啦，哈，什么陈金辉、翁小玲、陈永康啊，另外2个是林德福跟罗明才，连蒋万安都没有到，那近在咫尺的这些国民党立委，像什么王宏威啊、徐小新啊，都没有到，那我要讲说，因为郑丽文是主席才刚上任不久，第一个升旗，那奇怪，那他的这些的立委怎么都不买单啊？你50几个立委，你才到了5个，我会觉得是说，难道是因为选举跟立委也没关啊？可是你应该好歹要给这个党主席，要给他站在他旁边，给他正下几嘞，好不好？我们这个拥护党中央。我会觉得是说，难道是因为选举跟立委也没关啊？可是你应该好歹要给这个党主席，要给他站在他旁边，给他正下几嘞，好不好？我们这个拥护党中央，我觉得今天看起来这个是不是说党中央跟这些民代的这个路线会分歧啊？所以大家累了，大家累了，因为之前大家搞累了，你们快一点，累了，让他们休息一下。这是元旦升旗，我不是天天叫你去，辛苦，他们都辛苦。对，这个太蓝绿都辛苦了，蓝绿都辛苦了。对啊，不是啊，这个是升旗元旦1年才那么一次，你们这些我会建议一下，那就是说，这个党中央会不会这样的一个危机？我觉得是一个观察指标了哈。那当然，对于这个郑丽文的重中之重，在2026的选举哦，我最近听到一些这个消息啦哈，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对你们来讲哦，其实现在蓝白合嘛，我今天听到第一个消息是这个嘉义市的部分，国民党要礼让给张启凯，对。我听到的有听说，但是我不敢确定啦，只有听说这个有考虑过的方向。那当然啦，就是说最大的评估是说，反正汪马孙美呀，我就把这个炮灰的地方就嘉义市现在是国民党的，对啊，对，可是黄敏惠要交棒了呀。那大家也知道黄敏惠跟不是，当然是要交棒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是蓝营的版图，对。然后你说要礼让的原因是因为挖酸北营啊，不是，对一般老百姓听起来就是后面没这回事。前面有没有让有可能，但是不是因为川美牙？国民党在地是有3个人愿意出来选啊。对啊，
对，不是说没有人出来选。然后后面对后面，那我不要问你，这样对你太残酷。我就问一三哥，你3个人名字你叫出来吗？叫不出来，那不重要嘛？就是说你至少要跟地方协调，说你3个人是不是不要选，然后我们礼让给张启凯，不要说我们现在就要礼让，然后叫3个人不要选，这是不对的一个流程。好了，那我听到的是说党中央都有自己的盘算啦，包括就是说他也评估这个地方我可能就选不赢，那我干脆就把这个没有，就把这个就抓大放小，对，就抓大，展现诚意。对，然后也可以跟说我没有让哦，新竹啊我没有让。可是这边不管怎么样了哈，我还是要奉劝一下国民党，就是说新竹啊这边你们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们就是让给了高虹安，让给了高虹安之后，他就占地就觉得这点歪啊，而且你蓝白河高虹安在当这个新竹市长的时候，有找你们任何一个国民党的人来入阁吗？他接下来会了，然后对，我要看未来，我们都过去了，对不对？翻页了，我相信蓝白会不一样合作氛围。白营对他来讲，新竹就他的了，他也没有想要跟你蓝白合啊，对不对？那我会觉得说，那你嘉义如果再让的话，那以后嘉义也是一样啊，他就占地，他就插旗了，他培养自己的人，他干嘛还要？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这是第一个啦哈。那第二个，他比较大的危机啊，彰化，彰化这个谢依凤不是就进行宣布他要这个选县长吗？我听到一个还蛮有趣的消息，是说他弟弟谢点玲下礼拜要宣布也要选县长，对，那。这个我没听过，就是说，因为我听到的消息是说，因为谢依凤她在讲说她要选县长的时候，她没有跟家里人报备，她就是自己讲。那等于说，这个谢家他们还是认为说，以现在姐姐当立委，弟弟当县长，这个维持弟当议长已经够光宗耀祖了啦。他们就觉得维持现状其实是最好的，他们也不认为就是说你谢依凤要来拼这一局你会赢啊。那你拼了这一局，如果说万一最坏的状况，哇，你立委没了，县长也没选赢，然后议长宝座又丢了。对他们谢家来讲，这个为什么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呢？那而且更不用讲说，你现在谢依凤出来要选县长，那大家能够接受你弟弟继续当议长吗？那不是县长、议长偷拎刀谢家旁体的喝啊！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不可能啊。但是大家也知道说，那个谢依凤跟谢点玲他们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好嘛，所以我听到的消息是说，谢点玲很快他也要宣布他要参选议长，所以这个对于国民党来讲，这个是一个蛮烫手山芋啦哈。那第三个我听到的是新竹的部分，现在昨天林思明不是退吗？那我听到的是说国民党就打算就是要直接给徐欣莹选。那你给徐欣莹选，他认为说徐欣莹你自己本身起跳，不管你是宗教票怎么样，你起跳你就是8万5了。那所以你只要国民党再加1万5过来的话，你只要就9万10万你就可以选得了嘛。可是他们觉得说陈建贤。他们觉得陈建贤会跟郑朝方的票，民进党郑朝方的票是比较像啊，因为他跟他爸爸郑永金都是之前很巴基嘛，所以但是如果说你要这样子的做法的话，因为徐欣莹想要全民调，可是陈建贤认为说他是地方实力比较强，他就觉得比民调你全国知名度那么高，我又比不过你，所以如果说国民党铁了心要让徐欣莹选，又没有好好安抚陈建贤的话，我觉得这一局会有点麻烦啊。最后要讲了哈，就是说那新北的部分上礼拜嘛，那个郑立伟不是捅了一个马蜂窝嘛，就讲太快了，就直接说要征召刘荷兰。我知道这件事，对李志珍啊，我记得没有人说现在跟我听的不太一样，没有开玩笑，我在考验，我吓醒了，不是，我在考验李博义有没有睡着？我听你讲话，对，听你讲话，对，满脑子小孩的事情，对，口误，我觉得他是在考验观众有没有在听。我刚刚讲的前面那3个劲爆消息，大家应该醒过来了吧？对吧？还好，你叫刘荷兰比较，不要让我提醒一下。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刘荷兰，他上礼拜也讲了重话了嘛，他就直接讲说，这个党中央不是你党主席这个说了算，再加上如果说你如果你要直接进行的直接征召李四川，那你对于黄国昌情何以堪？人家黄国昌哇塞这么努力哦，这个写真集都拍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几个重中之重啊，对郑丽文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OK， 你知道，当然蓝白合对于未来国内政坛的影响性，2026到2028之间到底会怎么样？可是因为老共军演刚结束，杨明刚讲的那个问题，第一个，因为习近平当然他今天也有讲他过年，然后也发表他们的元旦讲话，其中特别强调，那一定是老话嘛，就祖国统一的大业，什么不容推辞，什么类似这些。那他们也才刚军演结束，所以大家的重点会观察这个，还是一样。你觉得国内这一整年，我们朝野之间有任何看得到转圜的一个契机吗？我们面对到尤其老共那个地方来看的话，那在今年呢？今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尤其川习会，4月份左右，大概川习会搞不好会进行，大家就讲说我们会被推在台面上，
在桌子上面拿来论斤论两吗？我觉得我们先回答，就是刚刚这个小武哥发问的，这个就是朝野的僵局有没有解？目前看起来没有解的台阶。没有吗？没有，两边都台面上说要和要什么什么，都不算。今天这个总统都讲了嘛，你们在野党这边国会浪费时间不做正事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这个以一个国家元首去谴责在野党，就不目前看起来至少都还是情绪啦。就是说大过年我们常常讲说新年哦，这个说一些比较好的话，但是像你看，像刚刚这个小玉姐都讲很多很温柔的话，那可是今天的赖总统其实不太温柔哦。当然，因为讲到他被弹劾，我觉得他是有情绪的哦。当然，那这个比如说当在野党提出弹劾总统，本来就是一个最高度的谴责的动机。那赖总统直接跟你讲说你不会过啦哦，这种你知道这是要跟你这个对抗的，那这种对抗哦，就会变成说在野党，那既然你有情绪，那我们也来啊，就彼此都没有一个要谈和解的。我觉得郑丽文主席他今天的去出席升旗典礼，无论今天他有没有看到赖总统说要跟他挥手的这件事情，那个没有那么重要，但重点是，我觉得郑丽文主席他扮演了一个在野党主席能够做的事情。我觉得就像刚刚义善讲的，也给他肯定哦，包括小玉就我觉得这个本来一个在野党主席去国家的一个庆典活动，或者是说像这种升旗典礼，那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讯号。可是当最后这个国家元首在元旦的谈话里面，还是用比较强硬的方式在回应这些事情，说我不贪不取，你凭什么弹劾我？以前我们的弹劾总统在2011年以前，确实是规定只有贪污跟内乱，才可以弹劾。好，后来那时候是国民党立委把它修掉，他们认为说总统没有必要非要这个，然后那时候第一个喊出要弹劾总统的是苏贞昌，这个昆城应该很清楚，只是最后没有提。那时候2013年最后没有提，那时候是马王政争的时候。那这一次所以现在的弹劾总统已经跟你有没有违法已经无关，它就变成是政治动作，只是你有没有政治能力。现在的国会在野党也没有这个政治能力，那就表示它叫什么政治攻防。那当政治攻防在里面在对抗的时候，你要有解，除非每个人都要有台阶下。比如说总预算国民党卡的这个叫做军人加薪，那执政党说拍谁我要交释宪，那个门槛可能就要等到释宪了，那就要等大法官。好，那大法官当然现在恢复运作之后，要等到什么时候？没关系，反正我们中华民国2007年曾经6月15号才删除总预算，也还不是最晚那所以我说，如果今天什么事情都要僵在那边，没有谈的空间，所以像刚刚博弈呼吁说，这个朝野政党应该可以来做一个领袖的峰会，主席对主席，对，就是说用主席峰会来谈说，现在这些打结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可以解的，大家可以各退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提议，但是现在的氛围看起来没有办法。比如说刚刚小玉姐讲到一个很关键的，她说蓝白的合作，那个看起来这个白银反而是一个变数，我不认为。为什么？不要忘记了，柯文哲站在黄国昌的身边，他说什么？他说他误会了，他说他误会他自己，忘记自己讲过不要低估民进党的叉叉，那个是一个很批判性的话，所以这个我说现在的柯文哲可能对民进党的态度，即便他可能还有一些个别的互动，但是他整体对民进党是负面的，甚至民众党的支持者对民进党的负面观感是更强的，比国民党更强。所以你看，像今天郑丽文去参加这个那个升旗典礼，我没有看到太多国民党的人去批判他。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讯号就表示说国民党的支持者对郑丽文去参加国家庆典没有什么意见。就如果一般对立到极致的时候，如果党主席去，他们里面鹰派就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对你夜奔敌营说这种的。好，但再拉回来讲到说习近平昨天的这个谈话，当然第一个我们要严正抗议，台湾光复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时光复了台湾？那如果你只要说那是未来式，那是未来的事情，那你设立一个这个纪念日，就是在吃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这个豆腐嘛。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战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没成立啊。是啊，那他设这个节日，又要偏偏选在2025年才设，就是统战的意味嘛。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没成立啊。是啊，那他设这个节日，又要偏偏选在2025年才设，
就是统战的意味嘛，意思说啊，现在我已经拥有台湾的主权了，所以我就设一个这个纪念日。那你也太晚了吧？从1949年你拖到2025年才设，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也搞不懂老共他们在想什么。那习近平既然认为这是一个重大成就，好，他放在这个所谓新年谈话，那里面提到什么什么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其实这是去年他就讲了一模一样的话了。应该说，2024年的12月31号 ，OK， 他就讲了，他那时候的原句叫做“谁也这个不能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其实跟这一次昨天讲的概念上是一致。也就是说，赖清德上任之后，习近平的调性大概就是这个调性。而我们的这个郑主席郑丽文主席，他回应的讲法，当然除了这个什么9·2共识，两岸同属一中什么两岸有对岸有对岸的期待什么要这个对话才能化解歧义等等，其实跟去年朱立伦主席的回应也有一些类似。去年朱立伦主席怎么谈的？他说两岸同文同种，同为中华，异为体制。所以呢要求同尊异才能和平。当然，现在郑丽文主席有一个，我认为他有一个梗在那边，他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有比较，不可能强硬啦。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因为他期待的有所谓的政协会，所以对中国大陆他讲的尊重这一句，我讲这一句尊重，我必须说，在台湾主流民意眼中会认为郑丽文确实亲中。好，那这个对民意的影响会是什么？这个当然后续看民意啦。可是如果今天未见而见，而你没有办法讲出真实的两岸的现状的话，我觉得对国民党不见得是加分啦。好，那当然，这个今年很多人都讲川习会，今年4月嘛，对，那其实今年川习会可能会有4次啊。4月如果见到面，再来通常会有一个回访，好，就是这个习近平回访美国，好，这可能是第2次，然后再来11月、12月，11月有 APEC 在中国深圳，12月的 G20 在美国迈阿密，这2个也都可能有2国领袖的互动。所以今年的美中互动会是他们就是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后，可能是最频繁的一次的元首互动的几率。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说台湾很多的外媒就像 CNN 直接说，台湾问题从4月在川习会上可能就会是那个所谓被拿来谈的主题了。那我必须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内还在做这个朝野的对立，其实是很不智的啦。OK， 来伟航，你看得到国内转圜的一个契机了吗？更重要一点是，我说老共军演刚结束，对，其实这几天，包括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一直不断的讨论，在老共军演这段期间，包括我们讲我们的 F-16V 夹舱里面所拍到的很多的这些，那叫安民心嘛，就让老百姓知道说，我们去买军购，我们买了这些东西。不是买了一些破铜烂铁回来，它是真的在过程当中，它有发挥到它的一些的效用，包括当然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讲说，你不要小看老共的军力，它在全球能够排名到，它现在应该排第2了，俄罗斯应该在它后面，而它所有的一些一直不断的在发展的各项的一些，那对我们来讲，两岸之间的军力平衡，当然不可能做到完全平衡，对，某种程度尽量不要太失衡，对，当然重要。那包括大家讲说洛马要卖给我们的所谓的隐形战机的克星，所有这些，可是他又卡回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包括国防预算啦，包括所有这些又被大家拿进来讨论。如果大家一直在这里面绕，就讲那到底转圜的契机在哪里？这转圜的契机，其实大家想方设法的人很多啦。我听到就是，其实包括国民党内部也有，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这一边用一些技巧性的方法？像之前现在大家一直都在讲嘛，国防预算没有审，但我再次强调是国防特别预算的特别条例，特别条例没有审。那有没有一种可能的退路是，还是要坚持严审预算，但是条例先审啊？因为条例和预算是拆开来的嘛，你要去刁难质疑什么的，等到预算那边再来做。那这是国民党这边所释出的一个可能的退路，就是好，我让他程序委员会过，因为现在要送的是条例嘛，对，连程序委员会都没办法过嘛。程序委员会一过，那基本上一读就只是简单念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是复委，先让他复委，然后有任何要吵的，就是后续也是可以做一些抗争的秀啊。因为现在就是你程序委员会挡掉，都只有大家那边现场举牌子啊，
那罗志祥之前就冲过头了嘛，来崩溃啊！那个后来他自己发现好像不太妙哈，然后后来都不再崩溃哈。但重点是在于说，国民党认为说，我们可以退这一步，民进党这边可以用什么来退？因为这个特别预算的争点是卡在赖清德要不要去一问一答啦，哈，就这个都是一直卡在一问一答。那在这一个解铃，当然还是副总召。因为他是系灵人，就是他把这个他去搞了半天之后，好一问一答，把它当做是一个主要谈判，然后就卡在这上面。那到底怎么样去解这一个？那有些人就想到了一个进路。我们刚才讲到主席会谈以党主席身份会谈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主席如果谈不起来，秘书长都是比较有人性的人，各党秘书长都比较具有人性，温暖且富有人性铁定是比国昌老师更温暖且富有人性。由秘书长先以一个比较单一的方式，然后再慢慢去扩大谈越来越谈，先建立一些初步互信就大家开出来的解方很多包括能不能用中选会的方式，中选会推荐人选的方式解决 NCC， 一步一步来，甚至大法官用一些间接的方式，就是很多人在想方设法，代表双方都有诚意去解决，而且大家都认知到的确有急迫性。这个急迫性不止我们联盟刚才讲的说中共军演嘛，然后也牵到军售的问题，才会有这一切。国民党委员有没有感受到压力？江启臣他自己他不是说出来都讲了吗？他就是有压力，就是说人家都已经到门口了没？这个他原来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然后又是副院长，大家不要忘了他的这个身份。人家如果有压力，一定是给到他身上。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次的中共军演讲了什么故事。当然，我们可以说是227发啦，什么样？我们可以去看一些数字，但显然有一些实质的转变。过去我们都讲飞弹洗地，但他现在可能要改成火箭洗地，因为你讲无人机飞过来，说实在是有点不太切实际啦。你那么多无人机要可就飞过来，其实。就各种层面来讲，我们其实防守是比较容易，但火箭的确比较不好处理因为它就笨笨的就这样飞过来嘛，你就只能想办法把它打掉那个你用飞弹去打它，成本问题就在那边。所以当对方也开始用火箭的时候，其实是针对什么？是针对我们的海马斯在 talk， 因为我们先有了海马斯，我们越来越多的海马斯，那他们感受到海马斯的问题，所以兵来将挡。你用火箭，我用火箭，我用我便宜的火箭去换你火箭，反正我们就来看交换比。这代表什么呢？阿共的思维也在改的。过去他们也是说我要搞大舰队，我要来包围台湾，但我现在也要用火箭去这个轰你的时候，代表我要把你的不对称战力给彻底的抵消掉。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军演告诉我们的事情。阿共可能会用火箭。来作为他接下来攻台的一个，他可能也不是想说我就直接大量的部队来，这是传统思维，我就登陆，他要封锁你都是用火箭。他会不会用类似我们讲说那次哈马斯对那个以色列铁穹系统，就是我让你陷入饱和，对，我就用量取胜，我把你的整个防空系统用量的方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讯。对，确实，因为我们的防空飞弹一定比较贵啦，你的东西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它就是你用那个海马斯我也是有类似，虽然我东西没那么好，但是我也有类似嘛，我们就双方让互轰。好，这是他的第一个，我们从这次军演所看到的第一个思维。第二个思维就是远程征兆，无人机这个比较好处理，无人机是很好追，因为它速度毕竟比较慢。但这次中方呢，先不管照片是不是伪造的，但是他释出的图是歼20飞到这个恒春外海对内来拍就是从外面可能还有一个其他的僚机去拍歼20。那如果是逆中隐形战机的话，有没有办法因应？人家现在秀这个东西出来，先不讲真假，人家代表这个意图。过去我来讲，隐形战机的作战方法跟各位想的那种什么 dogfight 是不一样的。它为什么要隐形？就是因为远远的很远，你根本不知道我来，我就发射了可能100公里的飞弹就把你猫掉，所以它一定是很远的。它会飞到你台湾上空，除了政治宣传意义之外，主要就是说接下来对台的征战主义会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今天就突然释出了这个消息，他说这个是 F-16专门搭载的一个叫军团夹舱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这个当然专有名词很多，他今天丢这个东西出来说要给台湾55G了那我们的 F-16超过上百架，那66架还会超过200架，但重点在于说这个东西它非常特别，它跟我们这一次演习初期所释出的 F-16的征兆夹舱不一样。
它是被动接收的红外线加仓，也就是说它是看热源的，红外线都基本上看热源。那你会说啊，这个技术很简单吗？非常不简单。你要那个战机几百公里外，你要去看到红外线信号，那多难。所以这些技术大概只有美国像洛马他们这个非常高端的这种实验室才有办法去掌握。那只有美国有这个技术，它就是去看，因为你再怎么隐形逆中，重点还是在于你还是会有喷口，你还后面还是会有这个加压出来的空气是比较热的。100公里外如果就可以看到，我一样 F-16可以把你打下来，4代机一样可以干掉你5代机。所以美国这一次它特别还把它标出来，这是一个紧急的授权。不是说什么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常规就有紧急授权。那这一套买下来要多少呢？100多亿台币。所以问题又丢回台湾，55句要100多亿，110亿台币，一句大概就要2亿多。专门打歼20，专门打，不管你是哪一代啊，你总是除非你是用滑翔的，不然你总是会喷出热气，我就 F-16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对于防卫台湾极为有用，针对隐形战机的加仓，要不要买？美国人每天在丢这种东西出来，蓝白会不会有压力？对于防卫台湾极为有用，针对隐形战机的加仓，要不要买？美国人每天在丢这种东西出来，蓝白会不会有压力？就是我们 F-16可以从4代机变到可以去对抗5代机，那你需不需要？如果赖清德都说接下来这一个就是8年期特别预算，因为8年期特别预算现在公布的除了第一批的那个100多亿美金的哈，这个是3亿多美金会加进来，后面还有非常多所以美国如果每天都丢这种东西，重点就是在于它会变成一个很长的脉络叙事。蓝营真的能够像郑丽文刚刚讲的，他撑到这个政习会的4月份吗？我觉得这个时间的压力4月真的会有政习会。就如果依照他们的预想的话，就是你要把这个议题延伸到4月，4月前没有军购，要挡军购这个压力堆叠起来就算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前提，民进党他也会讲说，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要去见他，挡到4月啊？我觉得这个压力一直堆叠下去，其实真正吃力是国民党内长期跟美方保持互动的那些政治人物和委员一正是政习会会在4月吗？我很怀疑的。刚才杨明讲过，明年是美中互动会最密切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台湾问题绝对在中共的眼里啦，我们当然不要小看自己，我们绝对不是美国的棋子。但是在中共的眼里，它就是在美中和解或者美中对抗的架构底下，台湾问题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还牵涉到那内部维稳的问题。那为什么美国跟中国，尤其习近平现在急需要跟川普见面？因为他内部维稳其实有发生很大的问题嘛，包含今年10月的时候9名上将，大家都忘记9名上将下台。9名上将里面7名叫做东部战区有关系的人，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他一定要军演？他要表示习近平还牢牢的掌握住军权嘛？因为9名上将如果有7名叫东部战区，那我东部战区今年少了1次军演，去年是2次今年只有1次少了1次军演，那不代表我习近平的军事上面的控制力已经逐步的下降。那另外在外交上面，他一定要川普的见面来跟国内的人讲说，我在国际上，我在外交上还是第一把交椅嘛，这个是习近平的焦虑，而习近平的焦虑，国民党自己没有看清楚就扒着一定要见习近平。习近平说：“我已经很忙了，我都在烦恼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要来烦我。”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心态是这样所以郑丽文根本看不出他应该有的角色。我一直都讲说，和谈不是问题。和谈重点是你背后的武器是什么？我要是郑丽文我一定说，我先复委，我躺在国防委员会里面，我随时可以出去。然后你习近平要不要见我？那你就可以变成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一个棋子嘛，你这个才叫棋子。这个棋子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见面，我可能就过了这才叫棋子嘛！你现在挡在门口谈都不谈，然后呢你就扒着习近平，习近平说这样最好啊，我根本不需要你啊，我不需要跟你见面，你已经把它挡在门口了，把这个国防预算挡在门口，那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我这个棋子就用掉了所以国民党在对于所谓的对中政策完全没有智慧，完全没有谈判的智慧，连赖清德都看得出来。赖清德说谈很好啊。
谈你也要背后要武器啊！兄弟在谈判的时阵，欧洲在谈判的时阵，边啊后边让我卡小弟，对不？啊，那么再谈出东西来。所以重点是国防预算，我一直不说为什么1.25兆的国防预算不是民进党主张，也不是国民党应该要的，是全体国民每一个政党的共同利益嘛。所以未来朝野的和解，我觉得该对抗的还是会对抗啦。我该合作的会合作，不要认为说所有的法案都不会附属哦。李坤城在坐在旁边啊，昨天通过了2个3读法案啊，上个礼拜诈欺犯罪条例、劳工保险条例。都3读通过啦，你觉得行政院长卓荣泰会不附属吗？总统会不附属吗？一定附属的嘛。这个叫做该合作的部分，有没有朝野合作？有，但是总预算跟军购条例也应该朝野合作。该对抗的是什么？你认为国民党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党产条例，民进党会附属吗？会附属也会释宪啊。为什么？就不可能让你通过嘛。在民进党的主张，我不可能，我这个政党的不要说利益，就是他的理念就不会让你的党产条例通过。那我至少要提释宪，至少是大法官认为你们合宪的时候，那至少责任不是在我这个政党啊，那选民最后来判决嘛。那你国民党支持党产条例通过，我民进党反对嘛，最后2026年、2028年，大家主张不一样，大家理念来用选票来决定嘛。所以最后为什么我说我看到和解的条件，是因为大法官会议已经开张了。明天会有第一份对于总预算的预算文。刚才讲到总预算很多卡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违宪的问题？假设大法官认为没有违宪，那你卓荣泰就应该做啊。那个就不是你卓荣泰可以主张说不做的。可是蓝营对于大法官就是宪判字1号，从根本上就有很大一个就不接受了。这个就是国民党的问题。为什么？我直接讲，大法官在美国啦，任何民主国家都有鹰派、鸽派啦，都有个什么自由派啊，什么保守派，各种派别都有。那怎么解决？民主最后选民决定啊。2028年，不管是卢秀燕，不管是韩国瑜做总统的，提名大法官，提名你们的大法官嘛。那现在是谁执政？是谁提名的？谁负责嘛？赖清德提名的赖清德负责嘛？蔡英文提名的蔡英文负责嘛？但是如果你说你不接受宪法法庭的判决，那最后就是民意决定啊。还有什么可以来做决定了吗？亮哥，这不太一样。大法官规定是要立法院同意啊，这还是民主的游戏规则跟制度啊，不是说立法院不同意，所以现在大法官就可以自己来判决，这两个不同的事情呢，也不是说谁不谁的人的问题。如果立法院不同意，那你就麻烦行政院提出来到同意为止，这是民主对，这是国家的规定。如果在讲就是故意摆烂，什么都不让你过，那民众自然会有公断。已经提名2次了，2波了，12个大法官了，那不在能够做大法官的没那么多啦，14个啊，14个啦，对，这是2回事情嘛。这个游戏规则你要照他的玩嘛，不是说哎呀我封杀2次了，所以我再提可能没有用了，我就不提了，然后就5个就直接开我宪法法庭。那如果这样能过的话，那大法官以后到底几个人才能开？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之前规定是6个人最早，旧的宪诉法，后来新的宪诉法规定，违宪判决要9位大法官，要10位以上才能评议。法律已经出来了，大法官现在呢只有8位，其中5位还把3位排除，然后5位就开了。理由是说，因为这个案子堆积了很多，所以他为了让什么宪政要能够持续的下去，他必须要做他的职责。如果照这种解释都能过的话，那接下来会不会有3位大法官也能开，1位大法官也能开？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游戏规则。那博弈，我支持你的意见，但是重点是你这个叫做无解的意见，就是你不认同大法官最后的裁示，但是你没办法了。你是唯一的办法叫做2028年你们当选之后再重提大法官嘛，这个叫做唯一的解决办法嘛。所以没错啊，最后还是民意解决。但是现在我讲的是现在，你必须让整个政府运转。还是要尊重最后大法官的判决。这个就我一开始讲的，现在台湾连最基本的游戏规则都不玩。以往假设现在颠倒过来，国民党执政，民进党在野，发生这种情况，国民党一定会谴责民进党啊，你怎么一直挡我大法官？但国民党会说，现在有几位直接开吗？这是不敢的事情啊，因为这已经超脱法律的规则了。所以我才讲，如果国民党现在跟民众党在野，一直不停的无条件恶意的去否决所有大法官的提案。那接下来在野党一定会受到谴责，以及他的一些反噬。但做法不是在野党
反对完之后，执政党直接让大法官去开啊，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这是法治概念啦，是大法官自己开会耶。我讲句实话啦，总统怎么可能公平大法官？好，那如果总统，那你还连大法官都要质疑，那这个我也没办法。我现在不是质疑大法官判决，是质疑大法官的人数啊，他的人数不够来开这个合议庭啊。这个大法官已经视线结果，你可以不满意，但是现在的结果，所以我还讲嘛，如果用这种做法的话，那朝野要怎么去合作？因为正常的规则是，我去抗议你，我一直杯葛你，然后让民众来谴责我。现在不是，是我抗议杯葛，你就不玩了，不玩之后直接用旧的直接走下去，然后拖到2028之后再来选举。那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接下来这2年我会跟各位报告，那朝野怎么合作，怎么和谐？因为从头到尾双方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所谓以往的宪政规则。那现在已经打破了这个规则，也打破了这个制度。那接下来怎么来收场？我老实讲，我现在看不出来嘛。小雨，我知道你很想讲话，来。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大法官这件事情，就我是说他连国民党连大法官，就是说都也要质疑说是国民党，就是政府把手伸进去了哈。那这个我就无解。但我要讲是说，其实不止大法官，你昨天我真的非常非常气愤，就是那个公视的那个董事啊，连这么小的人事案，然后你要把全部都团灭，他只过了4个他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行政院提了14个董事然后呢你只过4个，然后现在7名现任的董事我觉得包括就像施正荣啊这些人，还有像我们资深演员陈湘琪啊，还有他提名的还有提名的一个文天祥，我记得他也当过金马委员的这些执委或者是主席啊，这些人你全部没有理由，你就是通通就把他封杀，然后现在让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董事也都找不到人所以昨天我非常赞同那个我们文化部长黎元所讲的话，他说当然他也对这些提名的人这个感到很抱歉，那未来谁要来做？你们提的问题每个人都那么认真准备自己的简历，然后跟所有人的报告，结果你们就是因为他们是行政院提的人，然后你就故意要把这些公司的这些董事，然后全部都给他封杀，你连公事这样都要封杀那你更不用讲 NCC，NCC 现在只剩下3个而且这3个未来到7月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都也到期了那我们 NCC 就干脆关门算了所以如果关门的话，我相信大部分民意是支持的吧？你看一下民调，大家对 NCC 的看法是什么？不然这是民调，我没有说对或错啦，我不讲对或错。对，我不想对或错，我不讲对或错。认为 NCC 只有管我们政论节目但是 NCC 管了很多，我说还要管手机嘛？对，我知道。还有我就要补一个，但是 iPhone 16、17都上市，我没有意见。就 NCC 本身的存废对民众看法是什么？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因为这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就是那个大法官啊，其实你说我们还是讲一次嘛，就是说你真的跟这个政府相关的，像什么行政院提4线这个你其实也才不到10%嘛，我记得是趴数很低，才6%嘛。那真的人民要申请4线是94%，这急的是人民，就是说不是属于政府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你要帮人民着想现在还有400多件卡住人民要申请4线没有大法官那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觉得不要忘记傅昆萁曾经讲过一句话，而且他做到了，他就说呢，他上任就是要让民进党政府找不到人。我觉得从大法官一路到 NCC， 到现在一路到这个公视的董监事，我觉得你们就是真的无理性杯葛，而且今天大家摊开来看，你们提的那个公视的审查委员我都不好意思讲，你们提了萧旭成，提了陈怡民，然后另外有几个是我以前在中天的长官我就不好意思点名，就是你们提的才是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你连施正荣这些人你都要把他封杀，而且公视之前拍了多少的影片得了多少的奖，那你们这样子连这样子都要封杀，那你们真的就是落实做到了傅昆萁所讲的，我就是要让民进党政府找不到人，恭喜你们真的做到了。可接下来在国内会不会尤其是当老共的威胁越来越强的时候，那军购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那最近大家就把赖清德总统那时候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对你大概很少会听到赖清德总统骂脏话，不管是什么骂法，那最近又被翻出来，然后让观众朋友再看一下，因为这2天大家就在讲，又把当初马英九总统任内那个前面阿扁任内包括潜舰的，然后挡了几次，后来马英九总统任内想买的时候，老美就不卖，又被拿出来讲了一次。不过让你先看一下，当时赖清德总统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那段画面，来。你们什么都等掉，可以啊，对啊。在发飙，哪里有这样做？这样下去的话，我跟你讲，还是一样的啦。
你这样做就可以这样子吗？你笑啊！没笑啊！我就被你搞完了。你看嘛，就是因为有 NCC， 所以他讲的那2个字，你把它逼掉了。对啊，我不知道他骂了什么，就是因为有 NCC 嘛，对不对？我希望 NCC 不要在，因为他想知道他骂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搞错。来，坤城。先讲一下那个背景哈，是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赖清德总统，他那时候是立法院立法委员，他是干事长。然后呢，也是一样，那个是在程序委员会哦，一样。那时候的在野党一样是在程序委员会就挡了军购的预算，就跟现在一样。而现在也是在程序委员会挡，而且那时候光是这个军购预算在程序委员会就挡了50几次哦。那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赖清德总统那时候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就是说你如果对于军购有意见的话，那没有关系，我们先复委之后再说。那你连在程序委员会就挡住，连复委的讨论的可能性完全都没有的话，而且你挡了50几次。好，我不知道说现在的这一个军购预算现在是挡5次，是不是在野党也准备挡50几次？好，挡50几次大概已经是在今年4月之后了。好，那或许真的这个郑丽文他也拿到了这个要去看习近平的这个门票了。好，那我也不希望这样子，就是说郑丽文今天要去找习近平，要去见谁？好，那是你自己的本事，但是不要拿台湾的军购，不要拿台湾的国防安全，甚至拿台湾的主权来作为你要见习近平的一个门票。那所以我们看那个画面，看到说这个是赖清德这么生气，那其实就是来自于说那时候阿扁总统他要买，他在2001年的时候他要买很多武器，而且当时候小布希总统也同意了。这边有大家来看一下，这边这个是阿扁总统他今天讲的啦，他讲说当这个他当总统的时候，他要买包含这个柴油潜舰之类的。美国的共和党的小布希总统也要卖。当时呢，国民党的马英九主席跟亲民党的宋楚瑜主席联手背个反对3大军购案的通过，就没办法卖。然后呢，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要买的时候呢，奥巴马又不卖了。那所以呢，蔡英文总统呢只好呢潜舰国造。然后他特别提到了这个美国 AIT 这个前处长杨书立，他在卸任的时候跟他讲，他说啊，国亲两党的国会领袖跟他讲，他们不是反对，而是呢政治就是这样玩的，所以他奉劝蓝白两党要汲取前车之鉴，今天不买，明天买不到。他们不是反对，而是呢政治就是这样玩的，所以他奉劝蓝白两党要汲取前车之鉴，今天不买，明天买不到。你今天过了这个店，过了这个村，明天没有那个店了。你今天美国这个川普总统他愿意卖给台湾110亿美金的这些武器，而且这些武器包含了台湾一直想要的这个海马式。然后包含了很多目前对于台湾的这个不对称作战非常有需要的这些武器，已经同意了，白宫已经同意了，现在美国国会应该也会同意。那现在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国会愿不愿意让行政院所提出来的这个军购预算让它通过1.25在5分8年，然后为了因应这个不对称作战的这一个形势。好了，那现在就像当时候的这个阿扁一样啊，他当时候要买潜舰。然后结果呢？这个蓝那时候是算是蓝跟橘啦，宋楚瑜跟连战联手呢，就是马英九不卖，就是不卖武器给这个民进党政府，但不卖给台湾。那结果呢？现在就挡住了。那马英九自己后来当总统了，要买其实就已经买不到了。那现在我们也担心，现在川普他愿意卖这些武器给台湾，然后如果会不会因为现在在野党也在继续在挡这些军购预算，然后呢后来。真的，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预算要买的时候，结果嘞，他已经不卖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说现在的川普愿意答应这件事情，国会也同意，但是未来呢，我们不知道。而且你现在不买这些军购的这些武器，你就是释放出一个讯息，给外界，给那些有盟的国家，就说你如果连台湾，你连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的决心都没有的话。那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凭什么要求这些友邦要来协助台湾？没有啊，因为自己要买武器，你的军购预算没有过，你的总预算里面的国防预算也没有过啊。那你没有自己要防卫自己的决心跟能力的话，万一现在老共他不是只有演习，他如果进逼了，那台湾有办法，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来阻挠、来防止
这个中国的这个武力的侵入吗？所以我觉得买军购是对台湾的主权跟安全最起码的投资嘛。你没有实力，你怎么去跟人家谈和平？我看这个习近平他在讲一国两制，他没有在跟你讲9·2共识啦。那你今天郑立文还在讲说这个9·2共识没有了，在中国的眼里面没有所谓的9·2共识了，就是只有一国两制，就是只有两国。所以说我是希望说，在野党真的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你们对于军购、对于总预算有任何的不同的意见没有关系，请先复委吧。请先复委，让大家可以讨论，好，大家可以讨论，可以知道说到底哪些可以买，哪些不能买，意见在哪里，让大家都知道。杨明看到，因为这几年国内有很多人在讨论到，就2005年就赖清德总统当干事长那一块，然后包括讲说后来马英九总统上任以后想要买的时候，结果没买到，来比现在我们的面临到包括军购啦，我们所有的这些，你会怎么看？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说，我们讲说这个僵局为什么难解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像大罢免，罢免的结果，民进党内部最近我得到一个讯息，就是说民进党内部的解读叫平手了，平手。所谓平手的意思是，因为蓝的没有增加，绿的也没减少啊，就是席次没有改变啊，所以叫平手。所以就是好阿 Q 哦，就是大家那么一招就白走一招，对，就是用这个国中理化那个叫做废工虽然什么都没有达成但是呢也没有减少好，然后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讲，我觉得如果今天民进党是用这样的思维，而蓝军是每天拿着32:0，说我们有60%民意，那你觉得哪一边会退呢？都不退嘛。好，那终究还是要靠民意。所以为什么赖总统会讲说，县市长如果能够赢，我们就有抗中的这个底气了。就是他最后就要再去拼下一场选举。好，那今年是选举年，所以最后变成说，最后还是要回到选票这个战场去决胜负。那就没有，那就很难了。那就很难谈了。但其实我不同意刚刚小玉姐讲的一个关键点是在于说，如果现在的比如说像今天总统在元旦谈话又讲了一次，他说民进党赢了总统，拿到行政权，但国会是蓝白多数。好，请问白银是多数吗？蓝银是多数吗？不是。那谁让他们两个合起来？蓝白合的推手叫赖清德啊。同样的啊，民进党在立法院实力不足啊。这是一个铁铮铮事，就席次就不够嘛。那席次不够，你要怎么去跟人家谈复委或什么？最后就叫做民意的 PK。就好比刚刚讲大法官，很抱歉啊，最新的美丽岛民调是讲说，有将近60%的民众认为大法官有政治干预。这不是李博义认为，这是近60%59.9%。那所以我说，如果今天我们最后什么都是用民意的时候，那就得要到选票开出来那一刻，彼此才会好吧，那我认了。如果要到那一刻的话，很抱歉，我们这个国家还要浪费1年，至少要到今年的11月28嘛。那我们现在谈这些，最后会僵到那个时候嘛？我觉得这不好。今天我觉得大家不要把意识形态，就是说撇开的话，如果今天我们说对国家好，比如说博弈的这个生育给付有没有办法拉到10万元等等的这些议题，我觉得是可以坐下来谈的。没有必要，像其实你说像这个公共电视那个，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啊。甚至最高票的，我觉得根本在我来看来，根本是莫名其妙的提名人选怎么过了。然后，所以我说，这个议题会变成最后这个僵局无解，而且对立的更严重。那对这个国家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我说，彼此啊，所有目前有权力的人，可不可以展现一下政治？如果都照刚刚那个画面里面的赖总统那个风格。就是在那个大家还记得2023年那时候有一个竞选广告，蔡总统上车，然后呢，这个赖总统他在车上说，我不知道你这么坏耶，这么凶没有说坏，这么凶了，那个台语啊，叫你派啊，这么凶啦，凶，就是说你这么凶，好，如果今天我们的总统都是用这种比较是对抗的这种模式的话，在野党也不可能服输嘛。那小雨。所以柯文哲因为柯文哲是明天要去立法院嘛，对，然后要先见柯建铭嘛。那柯文哲也有讲说，他本来想要拜会各委员会啦，什么这些，可是有很多民党的委员好像是说党团就好了，对不对？可是这会不会是绿白合的一个起手式，或最起码会不会是柯文哲在未来蓝白合先摆一个伏笔，就是我跟黄国昌不一样，我不用什么都跟着你们，在未来我可以今天跟柯建铭谈。谁说哪一天我不能跟赖清德2个党主席谈一谈？会不会这样？
有可能啦，哈，我先讲，你说民进党没有释出善意吗？在中选会的人事上面，不是提名了游盈隆老师跟胡博彦老师吗？这2个不就释出善意吗？我觉得他提名吴子嘉比较有善意。现在提名他只要提名吴子嘉，我个人意见，这个不代表本党意见，我个人。那可能民进党就自己先不会过了。我个人意见，别公傻。对，没有啊，那这个你说没有释出善意也是有啊，哈。那回过头来，我就说柯文哲这个动作蛮有趣的，因为你说陈昭姿啊，我对陈昭姿是也蛮佩服他的啦，因为他去提那个人工生殖法嘛。那确实啊，就是说人工生殖法，它最主要是 focus 在代理孕母这一块啦。那台湾还是有蛮多的女性是需要，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还有我知道，就是周边有一些人还跑到美国了，还甚至跑到乌克兰这边哈，要找代理孕母。那这个但是因为它牵涉的这个层面太广了，所以你就是说要过这个，我坦白讲很难。可是我必须要讲哦，这个人工生殖法大家都知道，陈昭姿进去的那个使命啊，他就是想要过这个他奋斗了很多年，也2年了。我说陈昭姿进去的立法院也2年，做到他快卸任那奇怪，你柯文哲，即便你这1年好，你被羁押，可是问题是说，那你怎么早不去晚不去？你等到陈昭姿快要卸任了，然后你才要去。那坦白讲，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氛围，你说怎么可能在他卸任的前，这快马加鞭还要排案，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明天柯文哲去陪着陈昭姿去，我觉得是一个政治动作比较大啦。你就我看来了，我是觉得说他宣称I'm back， 我要回来了，这样子。因为他毕竟现在他也不是民众党党主席，他没有任何台面上的身份。他的办公室其实就在民众党的楼下，民众党在3楼，他在2楼嘛。那而且黄国昌即将又要这个卸任了嘛，那黄国昌我认为啦，他的当务之急绝对不是做什么 YouTuber 啦，他就是现在就我的了解啦，是柯文哲跟民众党啊，我形容啦，就是整个拿着枪抵着他啦，就是你要去选新北啦，就是你给我选，你觉得他不想选吗？他当然不想选啊，他怎么因为他没有输过啊，那这次看起来情势就不在他这边嘛，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现在是柯文哲，我的朋友跟我讲的啦，民众党朋友跟我讲，就是说柯文哲跟全党是压着他，就是你现在给我下去选到要选到什么地步？选到你不能选了，选到你就是毫无威胁性这样子。可是坦白讲，我觉得民众党也有一些盘算嘛。第一个，李四川你没有接受过检验嘛，你没有接受，那选举你也知道是把你祖宗18代全部抄出来的，那选举那么长。李四川没有接受检验，那你怎么知道在未来选战这1年当中，他会不会有什么 trouble， 或是被人家这个被撩出来一些事情？那第二个，你看这昨天那个黄国昌那样子的一个这个写真集，他其实要做出跟李四川的一个反差嘛，因为很多的民调显示，其实他赢李四川的就是年轻人啊。李四川你再怎么练，他也不可能去就这个有那个韩团的会计，对啊，他那个其实就是帮他用韩团的这个操作的方式，比如说他的起手是为新北应援这个概念，其实就是韩团的操作。那他昨天拍的那个不是还有一些那个韩团的那个像欧巴那个打扮吗？还有他的那个支持者拿了那个手幅啊，手幅就是就是那个黄国昌的那个，就是都是韩团的一些概念。所以你看他都已经这样子大费周章去做他这样子文宣的设计哦。我讲嘛，就是他也找来综艺大哥大去帮他做文宣的这件事情，那所以他你哪来的消息说是伟忠哥？我没有讲是我没有讲，我没有，我帮你讲啊，因为媒体上面都这样推销出来，对啊，是不是？可是你看哦，昨天那个，我觉得伟忠哥，因为伟忠哥有直接回嘛，他说什么？他从来不做政治人物操盘。操盘，我没有讲他是操盘，操盘是做选战的操盘，比如帮他写政策规划，我没有在讲这个哦，我是讲做文宣，比如说包括拍写真集，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个应援，好，然后包括就是还有相关未来做 YouTuber 这件事情，你看都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去做。那当然我有那个公关界我有消息。来，我们直接来，伟忠哥在线上吗？真的假的？你有没有听到小玉刚刚讲的？今天是愚人节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今天不是1月1号，对，今天不是4月1号。因为你怎么不帮我？你睡着了？不是，我以为你在，我以为要回答了，你知道吗？对，伟忠在线上，对啊，真的吓到我，吓死我了！下次碰到的时候我帮你问，我说重点要问。我也觉得我不是没有帮你，对，吓死我了。可是你说这个整个过程，如果刚刚讲到黄国昌主席这一段，伟航。是你的好朋友，我一定要问一下，那个拍的那个有没有少17公斤？那个显然小玉讲对一个啦，那个一定是要跟李四川做区别，包括年轻族群，包括所有这些，对不对？所有的反差啦，所有的这些。而这里头你看到，对于黄国昌来讲，
小玉说是柯文哲他们就民众党人要拿着枪拿着弹在后面一直逼着他，就要选到最后。他是被逼着要去选吗？那内附就新北造势，黄国昌这边是新北我来，柯文哲这边是台湾我顾。对。这怎么解读？我这边补一下你看我觉得我等一下再问柯主席在线上吗？来，你看我觉得我刚刚不是有一个新消息嘛，就是说那个张启凯要选嘉义嘛，对不对？我觉得柯文哲有救了，因为你看他最怕的是说台湾我来，然后后面没有人顾，台湾我顾，然后这个他是说新北我来，嘉义我来，然后宜兰我来，对不对？现在至少有个嘉义我来，对不对？那他最怕的是说台湾我顾，我要拍一个这样很帅，台湾我顾，然后后面没有人来，对吧？没有人都国民党来，所以我说现在至少有一个这个嘉义我来这样。OK， 来我要。好，这个我们先从27号的这一个场子开始讲哈。那其实虽然大家的解析都说黄国昌参选什么，但27号那个场子从头到尾没有说参选，只有说我是比较好的、最好的选择。选什么？这样不算吗？你感觉起来就选新北市长嘛？新北我来啊，不算。对，新北我来做什么？为什么他没有直接讲参选呢？因为还没有完成提名，他们连党内提名都没有完成依照一个合理的提名方式，比如说齐凯哥不管国民党要不要让他已经获得提名了。OK。陈婉慧有没有获得提名？已经获得提名。黄国昌呢没有获得提名。那如果他说我们现在开始依法进行党内初选，什么不推荐人选怎么样的，开始跑这个流程，突然有一个党员举手，我也要报新北，会不会出事？你党中央已经用钱办了个什么新北我来，台湾我顾，这样行吗？直接参选了，有这样的事吗？这马上会有一些内部，特别是法律上面问题。如果像我们有处理过政党提名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平常不会有事啦，但人家如果要来给你 argue， 你就会很麻烦。所以他在这边采取了一个取巧，就是说他讲了半天，整场1个多小时，怎么看就是要参选，但实际上他到底是来干什么？他说我这里有一个总部空的。但他还是带大家去逛，他做的这些事情都让你觉得就是在选举的。可是他又跟一般的人选举的人不太一样。你去问所有新北的民代，不论哪一个党，你去问黄国昌有没有在跑相关行程，都是黄国昌要选议员的助理主任在跑相关行程。他们说那些议员那些议员候选人，那些助理主任跑得很勤，都有看到人。But 黄国昌呢？连刘荷兰都会一直出现李四川是当然没办法，因为他台北的副市长嘛所以重点就在于说，只要大家一直看到这个现象，地方上就会有一个诠释叫做黄国昌选假的，他迟早会退，都是黄国昌要选议员的助理主任在跑相关行程。他们说那些议员那些议员候选人，那些助理主任跑得很勤，都有看到人。But 黄国昌呢，连刘荷兰都会一直出现李四川是当然没办法，因为他台北的副市长嘛所以重点就在于说，只要大家一直看到这个现象，地方上就会有一个诠释叫做黄国昌选假的，他迟早会退，那他为什么要撑着？柯文哲叫他撑着，柯文哲，你看另外一边就是台湾我顾什么顾黄国昌有没有好好选你黄国昌会不会自己不见了？原来是这样第一个是切入角度上，第二个。选举，我们如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候选人，我们会从很早就开始规划你要做什么，你要拍什么形象照比如说刘荷兰的欧巴风，虽然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是什么故意去怎样，但刘荷兰选到现在，大家只记得这个欧巴而已。刘荷兰其他的地方有什么表现？没有就只有最近也有出来讲说，不是郑丽文说了算而且老师他是新北许光汉，他不是欧巴。对，许光汉，你连新北许光汉都忘记了。许光汉他就是许光汉。好，但重点还是在于说，选举如果都是做一些选举相关事，黄国昌拍这些，他要什么？我觉得这是柯文哲心中最大的悬念就是黄国昌，你最后要的是什么？你是要一个在民众党的未来吗？是要我柯文哲捍卫我柯文哲利，还是哪一天又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假如国民党有一个机会，谁知道你要去哪里？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才是接下来最大的问题。那如果你现在直接抛出来，我新北不选，
我只在新北，永远就是在这边，我可以去庙里发誓哦，像苏贞昌一样，不然后来当然是被人家讲。但是黄国昌这些动作都没有做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民众党看起来好像已经做很多事，他们是最早起航，最早做好准备。国民党都担心说李四川真的要3月出来吗？会不会太慢了？这也许是他们想要的效果之一。可是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问题：黄国昌真的就是在新北吗？他会不会去其他的地方？我想这个问号哈，这个放在大家的心中。那民进党是希望他继续在新北啊，但其他的人是否乐见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答案迟早要出炉啦。在柯文哲的大概2月黄国昌下来，柯文哲3月26号判之前呢，我觉得这段时间差不多就会有一个答案出来。柯文哲有没有注意到民众党的一只大炮手？大炮手，陈佩琪。尤其他最近讲了很多啊，包括她的新年新愿望是找工作，因为这场官司，她说莫名其妙把她老公没有证据关了，上铐上了1年，然后他们已经负债几千万，她新年新愿望是要去找工作。我相信这对很多的小草来讲会，然后她再加一个。民进党为什么满脑子就是想要害人啊？陈佩琪或是柯文哲常常会喊说家里很穷然后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帮助他们。那可是因为其实2位都是医生啊，我想有一定的积蓄啦，然后而且住的房子也都还不错啦，就是医生有一定的他的一个经济地位嘛，那所以他其实今天会这样子喊穷，我觉得也是要让小草就是觉得说，你看今天柯文哲受到这么多的委屈，然后我们现在这一个负债，为了这个打这个官司，那顺便再骂一下民进党，或者是也是帮柯文哲抒发一些心理一些情绪，可能也都有。但是我认为说，如何去保持柯文哲这个政治能量，其实都有的啦。不然你说柯文哲今天改天要来我们立法院，来拜会这个立法院党团，对啊，那这过去在这个黄国昌当党主席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嘛，因为黄国昌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就是小蓝，反正他就是蓝白就是合在一起的。但是柯文哲其实他成立民众党，其实就是一个不蓝不绿，他就是在这个定位上面，所以他今天可以跟国民党合作，他改天也可能也会跟民进党合作嘛。那老实讲，如果说今天陈昭姿委员的那个案子人工生殖法要过的话，他其实只要跟国民党讲好就过了，就过了嘛。那其实那为什么要去？对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啦。那第二个就是说，柯文哲藉由这个拜会民进党党团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要凸显，就是说，未来2月1号之后，不是完全都是一定要跟国民党合作。那如果能够释放出这些信息出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政坛来讲都是一个正面的啦。就是说，在立法院里面，如果白永远就是跟蓝合在一起，那白永远就是蓝的这一个小弟啦。那如果说今天白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位置的话，他今天可以跟蓝，也有可能跟绿的话，那其实就白的这一个他能够运作的空间会更大了。那我在想说，柯文哲是不是想要塑造这个空间？那这个空间就跟过去的国民党。过去的这个黄国昌就完全都不一样了啦。这或许是在2月1号之后，台湾的一些政坛或许稍微有一些弹性，或是有谈的一些空间。如果朝这个方向来讲的话，我认为至少是比较正面一点点啦。可是刚刚坤正讲的这个会不会造成蓝白合在未来之间的变数？我个人觉得未来民众党跟民进党合作的机会大致比0大一点而已，不会说是0，但是趋近于0。那民众党，我个人认为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不管黄国昌主席或柯文哲，他们在造势，不只要造气势，他们也造声势。因为大家知道，政党要合作，我说句白一点的，实力很重要。对，政党合作一定看实力嘛。但实力什么时候能够很明显的让大家知道？只有投票的时候，开出来几票就知道你实力多少。但没有在投票的时候，怎么看实力的？是吹出来的，谁的气势比较大，我的声势比较大，我就觉得我比较强悍。因为电视上都是我的新闻，好像我的支持者非常多，我就觉得我实力强。所以现在对民众党而言，我个人认为黄国昌主席他在造他的气势，而他的气势是不是针对新北市市长，我觉得不一定。有没有可能是新北市其他的职位，甚至是2028让他有机会的一个气势？我觉得黄国昌主席造的是气势，柯文哲主席，我个人认为他造的是声势，因为他现在要很多人支持他嘛，因为他的官司3月26号会有第一审的判决，对，就小玉要来节目里面来分析结果，对，我是来听分析，对，所以说
声势对于判决有没有影响？不知道哦，这讲不知道舆论的整个到底会不会影响法官的判决？其实你觉得他有希望透过这一波的，包括声势各方面，会影响到司法判决吗？我觉得他就算影响不到司法判决，但是至少能够让他的气势不坠，跟民众党的那个支持度不坠，这非常重要。因为判决结果之后说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说法是如何，民众党的支持度不能下降啊，下降就没有后续可以谈了。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民众党的不要说是黄国昌主席、柯文哲前主席，他们都会尽全力的让民众党的支持度不要下降。而现在他这些作为都是在为了这目的来做前面的铺垫。但是就我们蓝营的角度而言，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总不可能说他蓝白要合就白的已经全面投降，然后什么都不做，然后全面支持蓝营，这种做法，我老实讲，对于蓝营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连民众党他自己的支持者会不会崩盘都是有可能的。而民众党现在针对他自己的理念、他的方向努力，然后让他的盘变得最大化，也许会拉到一点蓝的盘，但是也有可能会拉到浅绿的盘，然后让民众党的盘最大化，再跟国民党的盘最大化，我相信蓝白合才是最有价值的。OK， 所以我完全尊重民众党现在的做法，也能够理解，但希望在2026、2028的时候。民众党能够记住之前的状况，不要再出现签了一些合约，到后来又跳票或者是变来变去的一些决策，这些东西真的对于整个在野党的合作是不好的。希望他们能够汲取之前的一些状况。对，柯文哲跟黄国昌的策略一直都很不一样。黄国昌就是超速仔嘛，就是不敢选嘛，不会赢就不敢选，所以他跟郑丽文谈判的时候，为什么说啊，反正我输我就辅选嘛？啊，为什么会整个民众党包含柯文哲都下去逼着你要选？就是柯文哲的战略就是我虽然不会赢，但是我要逼着你国民党要让给我啊，否则我会让你输嘛。那现在民众党还有没有这个实力说我会让国民党输？看起来还是有嘛。虽然李四川说萨卡都的状况下，前阵子的民调还是会赢，但是李四川我要讲啊，第一个他是最老的新人啊，他第一次参选就是选新北市长，而且有可能最后一次参选也是新北市长，就是这一次，因为他明年下一届已经72岁，会不会连任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哦。所以这是所谓的李四川的问题，而李四川的问题还牵涉到蒋万安问题。蒋万安没有李四川，台北市政府就运作至少少一半。因为基本上都是李四川在运作了。而李四川的问题还牵涉到蒋万安问题，蒋万安没有李四川，台北市政府就运作至少少一半。因为基本上都是李四川在运作了，所以如果李四川跑去参选的时候，蒋万安会不会觉得说，那我接下来我的台北市政府怎么顾？所以李四川其实在去年中的时候有一度宣布，好像他要参选新北市长，开始要跑，但是回到议会去被质询的时候。蒋万安就直接讲看一下我的心情啊。那蒋万安的心情是什么？第一个，李四川去选，那我怎么办？我的市政府的运转怎么办？第二个就是我要害怕民众党会不会透过所谓的双层的互动，派一个人来跟我抢，那我的所谓的连任制度就碰到了一个威胁嘛，而这个就是柯文哲会玩得起，不会是黄国昌会玩得起。黄国昌反正就是我拍拍写真集，我就是选到底嘛。但是柯文哲会去跟蒋万安呛赌，如果你让李四川出来跟黄国昌竞选，我就有可能在台北市也派一个人跟你选，那如果不是李四川，是刘而然，是其他人，洪孟凯叶元之，其他人，黄国昌可能不怕了那黄国昌机会就来了。所以未来双城的互动，陈佩琪不要忘记只说律师费几千万这件事，不止这件事啊，他说他要找工作，找什么工作？黄国昌有没有说陈佩琪是他们的一张牌？现在不能讲。为什么黄国昌特别讲陈佩琪是他的一张牌？那你认为陈佩琪除了台北市，还会去选桃园吗？会去选新竹吗？会去选其他地方吗？看起来就是台北市嘛。所以陈佩琪跟黄珊珊绝对是民众党用来逼迫蒋万安、极限施压蒋万安、李四川，你不要到新北市的很重要的棋子。而这些棋子未来除了双北之外，会不会复制到其他的选区？别忘了还有柯文哲这张牌，柯文哲这张牌，他说他要到南部，没有讲任何的县市，我任何的县市都有可能的时候，那桃园有没有可能？台中有没有可能？这些都是
今年我们会看到蓝白用柯文哲灵活的布局来去威胁国民党要礼让，至少议员要让嘛。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透过立法院释出有可能跟民进党合作，在引导他的支持者。相信我，柯文哲的支持者这10%不是蓝不是绿，是听闻柯文哲一声命令的。而这10%的选票的移动，如果在立法院的这个所谓的声量放大之后，他的支持者未来明年度年底的移动会移到国民党还是移到民进党，这是两党都必须去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看到刚才小玉姐说，变数在柯文哲。对于立法院的和解有没有关键的角色？一定有关键的角色，而这个和解的态势是两党都需要去争取柯文哲的支持的。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你说对国内政坛未来的发展，那今天是2026第一天，可是今天有一则新闻，杨明，你说这一次在老共军演那个时候，尤其不管是国军或是海巡，真的非常辛苦。大家看到很多释出的那些画面，然后包括那舰对舰之间，然后甚或逼近到0.8海里，就是我就是不让你过越雷池一步那，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今天有一则新闻出来说，海巡署高层当然就有欢送宴啦，或者什么这些。那这个时候你看到那管妈第一时间要出来道歉，这个某种程度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影响？我先补充一下前面讲到陈佩琪讲负债，那是因为7000万交保金啦。那个都是柯家人自己，他还抵押房子嘛，所以他的那个负债是讲这一块啦。对，可是那个不算是交保金的，但是他那个未来是可以还的啦，是吧？不管是怎么样，只是他认为他房子抵押了，他有欠债的哦。那当然这个管妈的这个部分哦，第一个海巡在这一次中共军演里面的表现，我必须讲，我相信赖总统是看到的，当然，而且呢是肯定的，是甚至。这个很多都有讲嘛，他们什么一传丁，对啊，一传丁一传，对，都有这个专人，而且呢都有一个标准的 SOP 哦，都有一位海巡的弟兄，或是这个拿着望远镜，然后呢远远眺着这个海警船几号编号几号，然后都有这样标出来。那比如说第一个海巡的弟兄们没有因为这个参会去影响他们的调度，这第一个好。那第二个，这当然我觉得管妈他也发了一篇文章，他说任何批评他都愿意接受，因为他也道歉了。他就说他原本以为就是2天嘛，那所以原本预定的这个昨天办的这一场这个他们说扩大会议啦，那里面有这个有人要龙退的，有人要调职的，就一并做一个所谓的欢送哦。那这个当然因为他们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内部事务也许没有考虑到。当然这个也要怪说老共讲2天，那其实昨天才结束了。对啊，其实实际上是3天，对，实际上是3天。那变成说，哎呀，糟糕，实际中共军演还没宣布结束，我们的海巡就已经在庆功那种感觉啦。变成说，哎呀，糟糕！实际中共军演还没宣布结束，我们的海巡就已经在庆功那种感觉啦。那不就是说在民众的观感上面确实会比较差。那我倒觉得这个议题是说，这个是因为是媒体爆料，这个是，你说实在这一场参会，海巡的人以外，会有多少人真的知道吗？我觉得这一块反而是我觉得这个赖政府可能要非常注意的谁爆料？是不是？因为一定是海巡内部嘛，那你说这场参会，你说我们在台北，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他在高雄嘛，那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一个议题，我觉得对管妈来讲，当然管妈是大风大浪都见识过的人，而且这次看起来海巡没有什么包，没有出包，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从海巡的表现，我觉得不至于影响这个所谓管妈的这个管碧玲主委的乌纱帽，但是我觉得管碧玲主委他也很擅长这种所谓的公关处理，所以他也说了任何批评他都接受。那当然我跟你讲，他的去留，只要赖总统说我要把你留住，没有人能够把他撵走了。来，博宇分钟，这个事情我要讲一下，接下来我讲的是新闻讲的，不然不确定。听说这个海巡参会新闻说，管碧玲的幕僚事先就跟他讲。他说时机不对，你不要办。但是管碧玲坚持要办，而且还要求干部都要出席，因为大家都记得薛湘川怎么下台的对不对？88风在父亲节吃饭就下台了。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王必胜还记得2024年那个时候宝林茶室的事情，然后他不是好像假日去玩 band 玩什么乐团，被大家有一点觉得是不是不妥？这个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在某些特定时段，很多你的政务官、事务官，你必须要注意你的行为以及你当时的一些决策。到这个时候，管碧玲如果他
还是在明知道可能有状况的情况之下，他坚持自己的走法？我觉得问题比他这个所谓惜别参会更严重，因为老实讲，惜别参会是对我们的海巡署的一个尊重。说实话，这参会该不该办？我觉得本来就应该办啊，这是对于他们的一个鼓励跟一种感觉的互相的一个交换。但如果是明明都有很多人告诉你不行的情况之下，你坚持要做，代表了你本身是否根本搞不清楚你身为这个主委该要负起的责任以及义务。来，坤城1分钟。先感谢这个海巡弟兄，因为其实这2天的军演哈，这个海巡他们都是在第一线。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海委会他们有释出一些不管是讯息或者照片，就是海巡他们就在第一线，他离这个中国的这个海警船已经非常近了。那甚至也说这个如果这个越侵犯到我们的这个领海的话，必要时就把它点出去。好，所以第一个先感谢。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海委会、管主委他们办的这一个，先是扩大的这个内部的会议，然后又有一个惜别的参会，我是觉得说，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是不妥了。因为其实军演这个也才刚结束或是结束不久，那其实大家都还是在这一个警备的一个状态上面，那尤其是我们的国防或者海巡都在第一线。好，那如果说因为媒体爆出来就是说有这个参叙的话，那其实会对于管主委，我认为说这个时间点上面应该在判断上面，应该要更体恤的这个海巡弟兄的这一个心情来讲，这个所谓的惜别的这个参会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办。你可以再晚一点，好，等事情都比较这一个妥当处理之后，我觉得再办。外界的这一个不同的意见声音就比较不会那么多了哈。那他第一时间也出来就是说他虚心接受任何的批评啊。那我也希望说这件事情对于管主委来讲也是我觉得也学到了一课了哈。因为其实就管主委的这个。我平常对他的这一个认识，他的政治判断其实应该是不至于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会出现这一个问题啦哈，只是觉得说是应该妥善把这件事情处理好。OK， 老共未来军演那会不会还会继续的？然后包括越来越近或什么？一般判断可能会是这样一些情形。所以对国内来讲的话不管是在军购方面，不管是在所有的操演上面或心态上面，可能都要非常的提升到相对的一个状态。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是2026年的元旦，那在这一天，大家展望未来这一年朝野之间的互动，尤其是那个能够达到一个大家对话之间的枢纽到底在哪里？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